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鱼儿的频道。如果说你最近呢打算弄一台 VPS 虚拟专用服务器，那么这些视频就非常适合你我会手把手来带你把 VPS 配好，而且重点是用最省钱、最简单最不容易踩坑的方式呢，把你的服务器呢搭建起来不管你是要用 VPS 做网站、跑项目，还是做一些小工具都没有问题。首先呢，我们居然说到 VPS， 那这个 VPS 它到底是什么你到底需不需要？新手应该怎么选、怎么搭？很多人一听到服务器就开始头疼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那么我们先简单说说现在最常见的3种服务器托管方式。第一就是一个虚拟主机。那普通的虚拟主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合租房大家共用厨房、共用网络、共用水电这个就是共享资源。如果说有人占资源，那么你的网站就会变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学校宿舍的上下铺大家挤在一起，水电网全共用。如果别人占用了太多的资源，那么你搭建在服务器上的内容呢就会非常的卡。那 VPS 呢，就像你在公寓楼里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门是你的，钥匙在你手上，资源是分配好的，系统你说了算，邻居再怎么折腾也影响不到你。独立服务器相当于直接搬进一栋私人别墅什么都独占，当然价格也很别墅说实话，大多数人呢用不上独立服务器VPS 是性价比最高、最适合普通人入门和长期使用的一个选择这个就是3种常见的服务托管方式。好，那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进行实操演示VPS 其实比虚拟主机贵不了多少钱这里 VPS 你用它的好处就是你自己相当于你租了一套自己的公寓有独立的 CPU、内存、硬盘、IP 你能自己装系统、装软件、配置环境，那么别人是影响不到你的这个就是一个 VPS 的一个好处所以这里说 VPS 其实比虚拟主机贵不了多少钱但性能和功能却强出很多。如果你想让你的网站和项目的速度快一点，想要更有掌控感，或者想跑一些自动化的一些程序机器人等， VPS 绝对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 VPS 服务器那我常用的，我个人用到的呢就是这一款给大家目前展示的这个 Hostinger 它也是国外一家非常知名的服务器和域名提供商Hostinger 呢，购买链接呢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大家可以先暂停视频呢，打开链接呢，跟着我一起来操作打开之后大家会和我一样来到 Hostinger 的首页。那么这里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英文，那 Hostinger 呢，它是支持多国语言的我们可以去切换成你国家的语言。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国旗，我们点进来，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主流国家的语言呢基本都有这儿我们就直接把它切换成最后一个中文。那并且呢，这个 Hostinger 呢，它还有一个对华人友好的，就是它支持支付宝付款，非常的方便。我们鼠标来到这个首页，回到顶部，这里有一个服务，点一下它。我们点这个服务，那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有一个 VPS 主机，我们点一下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选择它的一个套餐。那这里呢 Hostinger 的 VPS 主机呢，它也是提供一个30天的退款保障。也就是说30天内呢不满意呢，你随时可以申请退款大家可以先买来试用一下，相关链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就可以找到。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目前的它的几个套餐这里因为我把它切换成了一个中文的界面所以这上面的价格就是人民币的价格几十块钱呢就能搞定一台 VPS。目前它这里有4个套餐。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呢，我推荐大家使用这个KVM2 套餐它的价格是 65.99 一个月。那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价格呢和我看到的价格不一样大家也不要担心因为 Hostinger 的活动呢随时都在变化这个有一点差距或者说不一样呢也是正常的你就按照它当前的价格去买就可以了。那么这个 65.99 呢，它里面有2个内核，
有8GB， 有100GB 的一个硬盘空间啊，还有8GB 的一个流量啊，这个呢还是相当硬核哈，绝大多数场景呢是绝对够用的。那么如果说你的业务量特别大，属于重度的用户呢，可以考虑这个 KVM4啊，它是94.99一个月。那么贵呢，就只贵了20多块钱，但是它实际这个价格以你当前看到的官网的活动价格为准差距不大哈。这里可以看到它的 KVM4呢，它里面就有4个内核是有16GB， 有200GB 的一个硬盘空间有16GB 的一个流量它的速度呢会更快。再往后这个呢就是8个内核速度更快。如果说你对速度要求特别高，项目比较大可以考虑高配置后面这2个可以去考虑。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呢，大家使用这个 KVM4这个94.99一个月，就差不多一个月100块钱因为它有4 CPU 的一个内核它的速度会快一点。那么这里选好套餐。好，接下来就是一个购买时长。如果你买1个月，它的价格要贵一些你可以看到是189但是如果说你买上24个月它的价格就是94.99。那其实呢，因为服务器一般是会长期使用的不会只用1个月。那你去建站或者干嘛的肯定是都是长达1年不可能是1个月，所以建议大家呢选择24个月。而且呢，这里也可以看到 Hostinger 呢，它是提供30天的退款保障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这里可以看到24个月，24个月它还会送你为期1年的免费域名，你还可以免费使用1年的域名相当于第1年 Hostinger 出钱，那么第2年你要继续用的话，那你自己去续费就可以了。这里购买链接这个购买Hostinger的相关链接，大家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就能找到。好，接下来这里有一个每日备份，那我们选择的这个套餐呢，它系统自带的是每周备份如果说你对数据安全要求特别高了，你也可以把这里勾选上需要每日备份的话，就相当于每个月就多80几块钱不需要的话就可以先暂时不选这个根据你自己的预算。好，接下来就是选择服务器的位置，可以看到这儿选择服务器的位置，这里有一个倒三角，你可以点开看一下。这一点非常重要你要想清楚你的服务器用来是做什么你要想明白你的服务器用来呢是做什么，你的目标客户呢主要集中在哪个国家。如果说集中在亚洲的话，那么你可以在这里选择马来西亚或者印度这里印度。如果你的访客来自欧洲的话，你可以选择法国或者德国。如果说你的访客来自美国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直接选美国这里系统呢它会默认根据你的 IP 选根据你的 IP 所在地呢推荐服务器的位置。比如说在中国呢，它就会推荐马来西亚，但如果说你的访客呢主要在海外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美国。好，接下来就是选择一个操作系统它目前是属于一个可选状态可以看到这是属于可选，因为后期随时可以更改。Hostinger 呢，它提供了普通的操作系统这里有普通的操作系统，还有带面板的操作系统，以及针对特定应用的一个操作系统。我推荐大家呢使用这个带面板的操作系统，因为对普通用户来说呢，操作门槛低很多如果你是奔着某个特定应用去的，比如说要做 N8N 的服务器跑自动化流程，那就选对应的应用程序模板。那如果说你是想正经搞一个 Opers 网站，那么你也可以选对应的。那今天这里演示呢，我就选带面板的操作系统今天就给大家演示这个带面板的操作系统比如说这个 Cloud它上手了特别简单这种控制面板是免费的这儿我们就直接点击确定。好，接下来呢，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点一个继续。那么这里优惠码呢不用填优惠码，那使用我视频下方的链接呢，它就是当前呢最优惠的价格我们这儿点一个继续。好，接下来就是一些账单信息这种带星号的就必须填你就如实填写就可以了。右边可以看到订单摘要它24个月的期限价格是多少，域名是免费的，域名的隐私保护也是免费的税费呢这儿也是0总共是这显示的是人民币我们就直接点一个继续。好，接下来支付信息这儿选择一种支付方式，比如说你可以选择 PayPal 付款也可以选择加密货币付款，也可以选择支付宝付款
中国大陆的呢，一般都是用支付宝哈，这儿直接去用支付宝扫码支付就可以了。那么它结算的时候啊，可能显示是欧元或者美元哈，但是没有关系啊，你用支付宝付款呢，它会自动兑换成人民币去进行结算。另外呢，赠送的域名呢还带域名隐私保护哈，非常的实用。接下来呢，去设置后台的一个密码，还有一个免费的恶意软件扫描器哈，建议勾上。完成之后呢，系统就会配置你的一个 VPS 啊，大概是需要几分钟。配置完成后呢，会发邮件通知你，你就可以去进入到你的 VPS 的后台。那么我们想要进入这个 Hostinger 的后台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直接来到它的首页啊，去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一个登录按钮。没有注册过的朋友哈，可能是需要先注册一下。那这儿呢，我已经登录过了哈，就直接登录进来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啊，后台呢是非常的简单哈，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是功能，在左边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VPS 啊 ，VPS 服务器，我们直接点击进来。那这里可以看到哈，这儿 VPS 呢已经启动啊，你可以看到 VPS 的一些信息。那么我们直接点击这后面有个管理啊，点击设置。好，接下来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概览哈，你可以看到 VPS 的一些相关信息。如果说你想修改这里 VPS 的密码，那么直接点击这里去更改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还可以设置，我们点击左边的设置啊，在这里呢还可以设置防火墙哈，这儿还有一个 SSH 配置。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呢，这些底层东西啊根本不用折腾。那么 VPS 最好玩的一点呢，是你可以随时换系统啊，点击左边的这里操作系统和面板，直接点击进来。那么鼠标回到右边，可以看到下面更换操作系统，这里有普通的，有应用哈，有带面板的。那么你可以随便去选一个哈，去更换操作系统即可。但注意更换操作系统呢啊，它会删除服务器里面的所有东西，所以呢操作前呢一定要先想清楚。那么下面呢还有啊，在左边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备份和监控。那我们买的套餐它是自带每周备份哈，当然也可以加钱升级到每日备份。这里呢可以啊，在这儿呢可以来管理你的一个备份。如果是新买的了哈，你这里呢可能还没有生成备份哈，所以不会显示。以后呢它是会显示的。那么接下来左边这里可以看到它还有一个安全啊，有一个安全选项哈，可以点击这个恶意软件扫描程序。这个建议大家可以把它启用啊，因为系统自带的恶意代码扫描器呢是自动的，一直开着就好。旁边还有一个自动恶意软件删除哈，这个需要另外付费哈，暂时不用管哈，用免费的就可以了。下面这里还有一个防火墙，那么这儿可以添加防火墙啊，设置名称和配置。具体的配置方法呢，可以点进去查看详情哈，这儿也可以去了解更多啊。接下来是一个 DNS 管理。如果你想给服务器挂个域名做个网站啊，可以在这里操作。域名呢可以直接在 Hostinger 一站式购买，那么 Hostinger 里面也有域名哈，这里相关链接哈，大家都可以在视频下方描述栏找到。当然如果说你有域名呢，就不用购买哈，直接填进来啊，直接把它拿来用就可以了。那再往下呢，可以看到啊，在这个下面呢，它有一些相关的教程，进来可以看到哈，这个里面有教程，很多相关问题都可以在这里面搜到哈。那回到 Hostinger 的后台，点击顶部概览，正式去登录刚才安装好的一个控制面板。那我们这儿直接点击这个管理器，点了控制面板之后，接下来就可以去正式登录啊，刚才安装好的控制面板。那用户名呢，它是默认的哈，密码呢就是你购买服务器时设置的密码。好，接下来这里去登录一下就可以了。把语言可以把它切换成中文哈。接下来你可以在这里呢直接去新增网站。要创建哪种网站，比如说 WordPress 啊，比如说是其他的一些类型的网站哈，都可以。那创建 WordPress 你就点 WordPress 哈。接下来就是去设置一下相关的一些域名啊、网站啊、这个标题这些。包括它的一些密码这些哈，管理员的这些密码全部填写一下，还有管理员的一个电子邮件哈，也把它填进去。好，接下来就直接去创建。可以看到呢，它已经创建好了。创建好之后，我们回来就直接点击这里管理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给它复制一下，回到后台哈，点击域名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域名里面的 A 记录呢指向这个 IP 地址哈。
所以我们刚才复制了一个 IP 地址，然后到我们购买域名的地方进行操作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Hostinger 这里买的啊，就回到 Hostinger 的后台，这呢我们就点击一个 DNS， 好，接下来呢在这里去粘贴这个 IP 地址，添加记录，接下来把之前的记录呢给它指向这个 IP。还有一件事情呢必须要做哈 ，SSL 给网站安装一个安全证书哈。点击右上角这里呢会有一个安装去操作哈，点击底部这里呢去把你的带 W 或者不带 W 域名加进去哈，因为没有的话你的网站就打不开哈。看一下它打开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加上之后呢，你的网站呢这里证书安装好之后再来看一下就能正常的把它打开。那 WordPress 搭建好了之后呢，接下来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去选择主题它里面有很多自带的一些主题也可以去安装插件WordPress 里面它其实现在有很多全球有很多人都在使用这个 WordPress 搭建网站它里面的不管是主题插件都非常的多基本上能满足你所需的一个要求。这里呢主题呢，这里你可以去安装一个比如说这个你好 Elementor 这个呢你可以直接去安装它。这个呢它相当于一个拖拽式的一个布局安装好之后呢，直接去启用一下。这呢在插件这里呢，你可以直接去安装这个 Elementor 的插件就可以进行拖拽式的呢，就 Elementor 去搜索。这个就是常用的 Elementor 它是一个拖拽式的一个编辑器你在编辑的时候直接想要什么就编辑什么，非常的方便。这里你想要什么页面在这里你可以去新建页面想要写文章，左边这儿你可以去写文章。那么这个外观里面就是它这里面所有的一些相关主题，WordPress它是自带了很多主题这些免费主题如果说你觉得不够好看，那么你可以到这个 Envato 里面这类网站里面来购买一些专业的模板这里相关链接我也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这里面你要的主题会非常的多顶上这里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你要的是这个 WordPress 的主题这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 Elementor 的一些主题包括如果说你是做 Shopify 的一些相关主题都有这里面有些相关的分类你可以去根据你的行业去进行分类有电商的，有博客的，有教育的它的价格可以看到20-30美金、几十美金不等一次性付费呢永久就可以使用这个价格是相当划算的。那么 Hostinger 自带的一些免费模板也不是特别的好用如果说你想要网站更专业的话，可以到这里来选这里相关链接大家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找到好用模板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链接进来，到这里面呢去查找它的价格相对还是比较实惠几十美金就可以买，而且是终身使用。那么具体怎么建站呢？这儿小鱼儿就不给大家讲了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期详细的建站教程大家可以来到我的频道首页喜欢小鱼儿可以订阅我的频道，你直接点击这里有一个最热门。那这里呢之前如果说你是做电商的那么之前小鱼儿有讲过4小时的一个超详细的电商网站搭建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那么包括企业网站包括你要做跨境服装网站这些都是这种干货都是超详细的零基础的一些初学教程大家都可以来看我往期的视频。当你的网站搭建好之后呢，后期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收款问题那当然大家肯定是想要进行一个全球收款，全球收款就必须用这个Stripe，我们要有一个海外的一个公司才能去申请Stripe怎么样去申请Stripe，怎么样去注册美国公司，大家也可以来看我的这期视频都是超详细的一些教程。那么这儿呢还有一个呢是怎么样使用 WordPress 加 Elementor 来建站这一期是5小时的实操大家可以来看我这期视频这些都是非常详细的手把手的教学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那我这里所有的一些网站都是基于这个 Hostinger 搭建的，所以这个 Hostinger 的服务器呢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如果说你在使用这个 Hostinger 的时候呢，遇到一些任何的问题可以点击这个右下角这里有一个客服那么你可以直接去咨询他们的客服，联系客服呢，让他来帮你解决。所以呢说到这个VPS 怎么配主要你看你拿它来干什么因为它的用途呢确实太多了，比如说搭建 N8N 的一个服务器啦，跑自动化操作做法会略有不同那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在这个操作系统里面去安装对应的一个系统，
我强烈建议大家呢，在安装的时候呢，去选择带面板的操作系统哈，真的可以少走弯路啊，除非你是技术大咖哈，否则不要轻易去碰这种纯净版的系统。那对我来说哈，其实这个 VPS 非常好用，我的网站呢，N 班的服务器呢就全靠它啊。虽然比虚拟主机稍微麻烦一点，但速度和资源好很多啊，就像住单间和住宿舍的区别哈，这个相信大家都懂，而且性价比高哈，一个月才几十块钱。那么这儿 Hostinker 的一个购买链接哈，大家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去找。如果说你想要再简单一点啊，如果说想要，比如说想用 AI 建站哈，那你也可以看我上一期视频哈，就5分钟就可以用 AI 来搭建一个网站。那如果说你想要网站搬家呢，大家也可以看我之前的这期视频哈。那今天就不给大家讲了，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啊！所有好用的小鱼儿平时用到的一些建站工具哈，大家都可以在视频下方找到哈。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